我有点搞不清到底这是一辆大改款车型还是一个小改款车型。还有又见面了，荧幕前的帅哥美女，大家好，我是 Ryan。终于The All New X50正式发布了啦。对于这辆车我第一眼看到它，我的脑中就浮现了5个字：旧瓶装新酒。为什么这辆车会给我这样子的感觉呢？接下来就让我好好带你们看下去吧。Let's go。为什么我会讲这个 Proton S50给到我的感觉是一个旧瓶装新酒呢？这点来讲根据我们以往的经历，这个大改款车型通通都会把这些东西换成全新的，包括车身结构底盘引擎内饰等等，都会用上全新的东西。可是我们在这个 The All New S50上可以看到，它的车身结构车门这些东西还是沿用回上一帮的东西。这点来讲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可能 Proton 觉得车身结构、车门这些东西还是非常符合现在流行趋势，加上它也会影响到这个驾驶体验重点是他们可以节省这个R&D 费用。当然，以上只是我的个人推测啦，不代表Proton所以因此我才会讲这辆车它是一个旧瓶装新酒。虽然说这个 The All New S50给到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旧瓶装新酒啦，但是它的外包装也有做了重新的 design。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bonnet 上面呢多了2块好像散热孔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它只是一个 accessory 来的它是没有任何散热导风作用的。所以如果是说你要它有这个散热导风作用你们就拿那个电钻自己钻不过钻坏了不关我的事情啦。整个的前脸设计来讲，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它的头灯 design。这个头灯看起来真的是非常 sharp， 非常 sporty， 于是它的 daylight 在里面呈现的真的是非常美。这个外观设计来讲，我有2个东西我是不太喜欢的。第一个就是它的中网，第二个就是它的 bumper。中网来讲的话，我个人会比较喜欢那个改款之前的那个中网设计那个看起来会比较好看。而这一个来讲的话，就少了一点那种层次感或者是那种纹理感再来是这个 bumper， 这一次也换上了一个全新大开口的设计。这个 bumper 的设计来讲，我个人觉得也是不太符合我的审美我还是比较喜欢改款之前的 bumper。那个改款之前的 bumper 看起来比较有那种侵略性跟 sporty 的感觉，它的那个尖锐感也会比较十足。这个 The All New S50它的车侧部分，它的改变就没有太多啦。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原本车门框上面的 Chrome 变成了 Matte Black 的 color， 它的铝圈也换上了一个全新的 design。这个 Premium 跟 Flagship 版本的 S50呢，它的铝圈是采用了一个18寸的铝圈，Exact 版本是采用了17寸的铝圈。在里面的红色卡钳也是只有 Premium 跟 Flagship 才有的。当然，这个18寸的铝圈 design，我觉得算是蛮好看的啦，比起那些黑银配色的 Duotone color 来得更加的好看。加上呢，它里面有做了这种钻石切割的纹理哇，看起来更加的有设计感。再来是它的轮胎是采用了 Continental 的 Ultra Contact 6的轮胎，轮胎的尺寸是215/55R18的轮胎。这个轮胎对于这个 S50算是蛮够用了的。这个 The All New S50它的车尾 design 呢，也跟前脸一样做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就是它的尾灯组用上了烂大街的贯穿式 LED 尾灯，本来在中间的 Proton 字样，现在呢也移了下来，让它看起来更加的醒目。然后这个尾盖我个人觉得会比改款之前来得更加好看，更加的有层次感。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个尾盖的设计。最后一个就是它的 bumper 也换上了新的 design， 它的左右会看起来比较突出。如果是说我们从旁边看的话，就有点像是那种导流孔的那种设计啦。当然，这个只是一个 design 它没有任何导流作用最后就是这个 spoiler 这个2个尖好像皮卡丘耳朵的这个 spoiler是只有 Flagship 版本才会有的啦。这个 spoiler 搭配这个车尾，我觉得看起来真的是非常 sporty， 非常好看。我没有记错的话之前 S50刚刚推出的时候，它是没有 Power Tailgate 的，是需要加价另外购买的啦。但是这一次这个 The All New S50，它的 Power Tailgate 呢，只要买了这个 Flagship 或者是 Premium 版本，都会有这个 Power Tailgate， 而这个版本没有这个 Power Tailgate 然后这辆车它的尾箱容量还算是蛮十足的刚刚我也有测试了，把这个行李箱20寸的行李箱放进去。放了4个20寸行李箱，它的空间还是绰绰有余的啦。所以如果说今天你要去远途旅行要载东西这个尾箱容量不是很大的问题。只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它的 spare tire 是采用了 Space Saver 的 spare tire 啦，它不是给到你全尺寸 full size 的 Alloy Rim spare tire。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比较可惜了一点啦。好，讲完这一个旧瓶跟新包装的部分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次这个新酒的部分这一次这个 The All New S50，第一个最重大的提升就是它的引擎终于不再是3缸涡轮这样引擎了啦。这一次采用了 1.5 4缸涡轮这样引擎，搭配 7DCT 的变速箱。这一颗引擎呢，最高可以爆发出180多 PS 的马力，以及290多牛米的峰值扭力。关于这一个 1.5 的引擎，我也去查了一下啦，它的动力数据竟然和 1.8， 也就是打叉70那个 1.8 4缸涡轮这样引擎的动力数据是非常接近的。可见这个引擎的技术真的是有跟着时代的进步在进步啦。一个 1.5 的引擎竟然可以做出跟 1.8 的这个动力数据几乎相同，真的是有一点 impress 到我啦。当然，官方也宣称这一颗最新的引擎呢，它的油耗表现跟这个0-100加速都会比该款之前来得好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算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提升啦。除了这个动力有提升之外另外一个新酒部分，它的 Interior Design 呢，完完全全用上了一个全新的 Design。这一点我算是蛮佩服 Proton竟然把电车那一套少按钮的 Interior Design 搬来油车上面。哇 ，Proton 真的是 very good job 当然，对于我这种实体按钮派来讲的话，这种少按钮的 Interior Design 我就有点不太喜欢毕竟在驾车的时候要调整冷气这些东西真的没有实体按钮，确实真的是蛮麻烦一下的好在就是 Proton 的语音控制系统算是蛮成熟的，即使是今天这辆车它没有实体按钮让你调整冷气来讲的话，你都可以通过它的语音系统做到蛮精准的调整它的冷气风量或者是音量大小等等。Hi Proton, adjust aircon temperature to 25. I've adjusted the temperature in all the seats to 25 degrees. 而且现在这个语音系统呢，它已经是可以支援马来文语音控制了的。Hi Proton, set suhu kepada 25 Celsius. Saya telah melaraskan suhu di semua tempat duduk kepada 25 darjah. Hi Proton, buka semua tingkap. Hi Proton, naik semua tingkap. 这点来讲真的是难能可贵啦，很少有车型会有这个马来文的语音控制系统，大多数我们知道的就是英文，然后中国车有这个中文的语音控制系统嘛，很少有马来文的语音控制系统。但是 Proton 真的是研发出自己的马来文的语音控制系统，所以对于这个马来买家，他们也会觉得倍感亲切除了这个语音控制系统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荧幕还有这个 meter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完完全全把这个 eMAX7 的东西搬过来这边。这一点来讲 Proton 确实我们知道他也花了很大的价钱去开发他自己的软体，因此它会下放在这个 S50 上面，我不感到意外啦。而且我可以大胆预测啦，接下来其他的 Proton 改款车型，比如 Sedan 70打叉70X90它都会把这套东西放进去接下来改款的车型当然这一点算是我的猜测，不过就交给未来来去定夺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中间这个部分呢，它也是有一个 wireless charging board 的，不过这个 wireless charging board 呢，你是需要买到 flagship 版本才会有的。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会偏向买这个 premium 版本，因为 premium 版本的颜色我会觉得比较好看，全黑的 color， 而这个 flagship dual tone 的 interior color 不太符合我的审美，我宁可不要那个76色的氛围灯，把 wireless charging board 放在 premium 里面才是一个重点当然除了这一点之外Proton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大胆创新的东西，就是它的这个遮阳板讲真的啦，我修车看车已经有10多年了啦，可能我刷估啦，但是我第一次在10万块里面的车型看到有这样子半透明的遮阳板，这一点 Proton 非常有创意这一次这个 Interior Design。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在外面的界面的时候，下面是可以调整冷气嘛，还有风量大小这些。但是当我们连到 Apple CarPlay 或者 Android Auto 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往下沉了，变成我们在一边导航要一边调整冷气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手动的把它拉上来，才可以调整冷气的风量大小、冷度这些东西。所以在一边驾驶一边操作的时候，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不太方便的一个地方啦。Hi Proton, adjust aircon temperature to 25. Okay, I've adjusted the temperature in all the seats to 25 degrees. 所以你们也看到了，刚刚我在用这个语音控制的时候，控制这个 Hi Proton 调整这个冷气冷度，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跳出外面的界面。如果是说今天我一边导航一边用这个语音控制的话，那么它跳出外面来讲的话，这样子我是不是看不到我的导航界面了嘞？这点来讲，我觉得算是 Proton 必须在这个系统面得提升的一个部分呐。好，以上就今天这辆的 All New Proton S50的一些大致介绍，还有一些我个人看法的分享啦。不知道观众朋友你们对于这辆车有些什么看法呢？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栏让我知道。当然，新山区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们对于这辆车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不妨来到位于 Skoda Kiwi 的 AG Proton Showroom 来找他们的 SA 了解看看哦。我会把他们的地址、联系方式置顶在下面留言栏。好了，那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